在北约各国决定援助乌克兰 F-16之后，澳大利亚也决定出一份力。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澳大利亚正在和美国讨论援乌41架 FA-18战机，以满足乌空军对战斗机的部分要求。那么这批援乌的大黄蜂是哪一款型号？它们又将在何时到来呢？咱们接着往下看。自从美国允许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战斗机之后呢，已经有9个国家确认要为乌克兰援助先进战机了。机型可能包括瑞典的鹰狮、欧洲联合研制的台风，或者是法国的阵风。而此时澳大利亚也决定要援乌大黄蜂战机。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6号的报道，澳大利亚、美国和乌克兰三方正在讨论将原属于澳大利亚空军的41架 FA-18大黄蜂战机提供给乌克兰，而非此前计划中的报废处置。报道称，美国对于援助 FA-18这一想法同样持有积极态度。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澳大利亚安全专家罗伯特·波特证实，目前援乌战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具体协议尚未敲定。不过也有消息称，在澳大利亚援乌这批 FA-18之后，澳政府可能会得到一定数量的 F-35战机作为补偿。此前在香格里拉防长会议上，澳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勒斯曾经说过，如果乌克兰向我们提出具体要求的话，澳大利亚一定会尽全力为其解决。虽然我现在无法对外公开援助的详细细节，但不久之后在座的列位就会知道。今天回头去看马勒斯的这番话，他所指的援助应该就是指这批 FA-18战机。FA-18大黄蜂战斗机是美国设计制造的中型多用途航母舰载机，具备全天候作战和对空、对海及对地攻击能力，是美国军方第一架同时拥有战斗机与攻击机身份的机种。看其型号就知道了， F 是空优战机， A 是对地攻击。大黄蜂两种能力都不错，虽然其航程并不出色，但这个缺点呢，在乌克兰战场却并不重要。它廉价、多功能，而且能发射多种对地攻击弹药，是能够实实在在地帮助乌克兰的。澳大利亚的这批大黄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空军向美国订购的。到了2021年11月29号，全部的 FA-18AB 从澳大利亚空军退役。在这之后，澳大利亚空军的战术机队由1个中队的 FA-18F 超级大黄蜂和3个中队的 F-35A 以及1个电子战中队的 EA-18 级咆哮者来组成。在澳大利亚空军的大黄蜂彻底退役前，曾有一家美国私人承包商想要购买这些战机，用于为美空军提供专业的空中假想敌服务，但或许是价钱没谈拢，导致澳大利亚并没有出售它们。目前呢，这些退役战机封存在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郊外的澳大利亚空军威廉姆顿空军基地。通常情况下呢，海外盟国所购买的美制作战飞机退役之后的产权和处置权仍然在美国手中，所以澳大利亚空军退役大黄蜂战机的处置需要得到华盛顿方面的审查和批准。类似的情况还有历史上日本航空自卫队的 F-104 战斗机，一旦美国松口，这些大黄蜂战机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去处，那就是乌克兰战场。如果没有提供给乌克兰，这些飞机呢，大概率将会被销毁。因此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将这些战机援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据了解，澳大利亚这批 FA-18 战机是 FA-18A 和 B 两种型号。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这批 FA-18和美国海军当时的标准版 FA-18极其类似，只是在个别细节上略有不同。乌克兰方面对澳大利亚手上的这41架大黄蜂战机期待值也比较高。乌克兰空军认为大黄蜂战机的机体比 F-16更加坚固，这就意味着大黄蜂战斗机能够在乌克兰境内大量不符合北约军用机场标准的野战机场上起飞作战，能够发挥的战场效用更大。除此之外呢，即便是不考虑机场问题，澳大利亚手上的这批战机的整体性能也要比目前欧洲国家打算提供的 F-16AM、BM 的战机要强上一些。首先在数量方面，前面咱们也说了，澳大利亚目前是有41架 FA-18准备退役，这个数量其实已经很多了。不少欧洲国家由于本身空军规模原因，并不能供养太多战机，因此在援乌战机的规模上就没法和澳大利亚相比。除此之外呢，在战机性能上，澳大利亚的大黄蜂在1999年进行过一轮大升级。
在火控雷达方面，澳大利亚用性能更强的 AN/APG-73 换掉了原来的 AN/APG-65。AN/APG-73 雷达呢，也被称为究极机械电扫雷达。美国海军舰载机部分部队 FA-18CD 战斗机使用的也是这款雷达。该雷达呢，是一种可以执行空和空地作战任务的全数字化、全天候的多功能火控雷达，还具有一定的电子对抗能力。它是在AN/APG-65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是一种宽带有源电扫阵列雷达，采用八边形平面阵列天线。该雷达把一个先进的接收器和现成的商用处理器结合在一起。与 AN/APG-73 雷达相比， AN/APG-79 的作用距离更远，超过了180公里，同时故障率更低，平均无故障时间达到500小时，还可以提供极高分辨率的地形测绘。该雷达的波形扫描十分快捷，这种快速扫描的特点大大增强了雷达功能和可靠性，并降低了成本，且生存能力更强，可以同时跟踪20个以上的目标，显示8个目标，并对所跟踪的目标自动建立跟踪文件。飞行员不必再对雷达方式或者扫描方式进行选择，即使某一个目标逃出了当前的扫描区域，该雷达还可以重新探测到该目标，并使用一个单独波束对其进行跟踪，其功能可谓十分强大。此外，澳大利亚空军还为自己的大黄蜂机队装备了新型的头盔显示器、全新的电子对抗分配系统、ALR-67 雷达告警接收机、AN/AAQ-28V 闪电型瞄准吊舱和安全语音加密通信系统。这样一来呢，澳大利亚的大黄蜂就能够使用包括 AIM-120 中距空导弹在内的一系列西方先进制导弹药，整体战斗力也和美国海军自用的超级大黄蜂差距很小。而且相比于 F-16， 大黄蜂的战斗挂载能力要更高。以搭载风暴阴影隐身巡航导弹为例，在必要情况下，大黄蜂战机一次就可以挂载4到6枚风暴阴影，对俄军发动袭击。另一个优势呢，就是战机的状态了。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使得澳大利亚战斗机的飞行强度并不高。据了解，澳空军在退役这批大黄蜂的时候，这些战机仅只飞行了大约4200个小时。按照 FA-18AB 型的6000小时使用寿命计算，这批飞机呢，至少还有1/3的寿命可用。并且澳大利亚的这批大黄蜂在去年刚刚退役，目前都处于极佳状态，仅需要短时间的维护就能够投入使用。由此可见，第一款进入到乌克兰的西方战机，那并不一定是 F-16了，最有可能的就是澳大利亚手中的 FA-18。另外，良好的机体寿命代表着大黄蜂将在战场上具备更好的生存性，这对于乌克兰本就所剩不多的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由于舰载机的原始设计，大黄蜂的起降能力和起落架强度更加适合在乌克兰条件较差的机场，甚至简易的跑道上运作。而且相比于其他国家原乌的 F-16， 澳大利亚的 F-18 的边条翼设计也赋予了战机良好的大迎角性能，能够拉到45度迎角。虽然其加速性能不如 F-16， 不过舰载机这方面呢，想要强于岸基飞机，确实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另外呢 ，FA-18 从一开始设计就要求具备中距空战能力，装备了 AN/APG-79 雷达，最大搜索距离可以达180公里，比 FA-16 的 AN/APG-66 雷达的74公里搜索距离远出了一半还多。在维护方面 ，F-18 设置了268个维修口盖，53%的口盖都是快卸锁，非常方便机务维修检查。这也是 F-18 最值得地勤称赞的地方，被称之为最好修的飞机。因此，对于乌克兰而言 ，F-18 可以成为乌空军的多功能飞机。它既可以执行对地对海打击任务，还要作为承担一部分防空任务。这两方面的要求呢是彼此冲突的，大部分战机都很难做到。当然，对于大黄蜂援乌的计划，也有不少朋友担心无法成功。毕竟在当前的战况下，俄罗斯对于任何一个帮助乌克兰的国家都会进行严重警告或者发出威胁。澳大利亚会不会因此而放弃援乌战机呢？大兵个人认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且不说澳大利亚和英国、美国的关系，光其地理位置就注定了俄罗斯无法飞越赤道对澳大利亚动手。
毕竟俄军在自家门口的乌克兰打仗都打成了这个样子，再远一点的话，恐怕后勤要彻底崩溃了。因此，综合来讲，澳大利亚向乌克兰援助战斗机潜在的风险是要比欧洲国家小得多的。在进入乌克兰战场后，由于这些大黄蜂战机还装备有 Link 16数据链，能够直接从美国、北约的预警机、侦察机及其他战场侦察单位获取俄军战机的相关战情数据，本身超视距能力就要远超过俄空天军的战机。那么这批战机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据澳大利亚一名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这些飞机最快将在4个月内投入使用，以用于乌军投入和俄罗斯的战斗。尽管有少数飞机只适合作为器官提供者来拆卸零件用，但大部分飞机几乎是不需要太复杂工作就能恢复可飞行状态，而且仍有数年的剩余机身寿命。由于澳大利亚的大黄蜂没有作为舰载机使用过，而且状态相当好，因此此前有消息传出，为加快乌克兰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熟悉大黄蜂的操作，乌克兰语的大黄蜂培训手册也将被制作出来。等到 F-16 和 F-18 两款战机就位之后，俄军的制空权将被大幅压缩，而这一点呢，俄罗斯这个陆上强权国家来说是十分致命的。俄罗斯的攻击机和战斗轰炸机再也无法随意的在乌克兰领土上进行轰炸了。同时，俄空天军战机还要实时保护前线俄军炮兵阵地、集结点等目标，否则俄军炮兵再也无法进行集中轰击。这对于前线依赖炮兵火力的俄军而言，将会是灾难性后果。此前，瓦格纳就因为没有拿到足够的弹药，在巴赫穆特战役比预期伤亡大了5倍。如果前线俄军航空和炮兵火力再下降1半，就足以让战况出现重大变化。那么大家认为大黄蜂的到来会给俄乌战场带来哪些变化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